朋友们，大家好。美国商务部4月8号发布公告，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的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实施出口管制。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美国为什么盯上了中国的超级计算，中国的超级计算实力如何，能否冲破美国的围堵。首先说一下是哪7家超级计算的实体登上了光荣榜啊？7家实体单位是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上海高性能集成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信维微电子有限公司、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我看到这个消息，首先的反应是股市上又有新概念可以炒作了。按照以往的惯例，美国制裁什么行业，什么行业就要炒作一番呢。不过说归说我是反对参与这种炒作的。炒作这种概念的都是职业玩家呀，人家是有分工有合作，消息面、资金量、操盘手法都要高出我们多少个量级啊。我们散户也去跟风，无异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你运气好了喝口汤，运气不好连自己的肉都被人家给吃了。所以呢，我们自己关注一下资本市场，提高一下自己的经验就行了，不要参与为好。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美国为什么就盯上了中国超级计算机了。其实呢，对于中国超级计算的打压在特朗普时期就开始了。原计划是在2020年底吧，就要把飞腾还有其他的几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但是去年下半年呢，董王的事情太多了忙于竞选连任，各种事情给耽误了，就没有来得及出台这项法令。现在呢，拜登政府仍然是实施了这项政策这充分说明了美国打压遏制中国已经成了高层的共识，不管总统是哪个政党的都会实施的。那美国以什么理由来制裁这7家中国的超级计算实体呢？理由很搞笑就是这7家超算实体涉及到了军事应用在咱们国家研发新的军事装备特别是超高音速导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要制裁。你说这搞笑不？为什么我说这个理由搞笑呢？超级计算机用于军事，这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这3岁小孩都知道哪个国家的超级计算机没有用于军事目的的？那美国的超算不军用吗？日本的超算不军用吗？德国的不军用还是印度的不军用？只要是超级计算机这个榜单Top 500里边出现的，有一个算一个，你能找出一个不军用的吗？一个都没有。超级计算机用于军用，这是个最基本的常识别说超级计算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怎么出现的？就是美国人发明的。目的是什么呢？研制原子弹嘛。但是呢，在现代社会超级计算机用于军用的成分已经是大大降低了，更多的用途是在探索自然科学研究、新材料研究、工业制造、民生、社会等等方面的领域它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工具，可以称得上是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重要的基础设施。没有超级计算机，你连个天气预报你都搞不好。当然了，有了超算，天气预报有时候也不灵，但是没有是万万不行的。那美国制裁中国7家超算实体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就是想拖延中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进而呢延缓中国科技进步，延缓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所以呢，美国以什么理由来制裁不重要，即使这个理由烂到不行也不奇怪他不要理由都可以。表面上看呢，美国是害怕中国的超高音速武器的研发太惊人了。其实更深的原因呢，是美国害怕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越来越强大，进而呢成为推动中国科技进步的重要的生产力工具害怕中国科技水平在超级计算机的助力下整体爆发，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就已经说到了超级计算机在国家发展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了。那么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现在实力如何呢？
有一个网站啊，每年2次发布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排名，叫 Top 500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最近的一次排名呢，2020年的11月发布的。世界上前500名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中国是214台，数量世界第一。美国呢是113台啊，世界第二。日本34台，世界第三。但是算力啊，就是这些超级计算机的整体运算能力，美国世界第一，占了 27.5%。日本世界第二，占 24.4%， 中国呢第三，占 23.3%。这里边最恐怖的是日本呐，它只有34台超级计算机。我们指的是前500强里边啊，日本有34台，并不是说日本只有34台，有些没进500强，但是呢也相当厉害了。日本的34台超算呢，只占了 6.8% 的比例，但是却提供了 24.4% 的算力，这说明日本单台计算机的能力啊太厉害了。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目前就是日本的啊，美国的也不错啊，22.6% 的超算数量提供了 27.5% 的算力，属于是比较均衡的那种。中国呢明显就有点不够看啊。超算的数量世界第一啊，接近500强的一半，但是呢，只提供了1/4不到的算力，这说明啊，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啊，单台机器的算力还是比较低的。有朋友可能要反对啊，说不对，中国的天河、神威这也很牛啊，长期位于世界第一的位置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吧。先说一下中国超级计算机的布局啊，我觉得还是适合我们的国情的。超级计算机啊，单台的运算能力当然重要，这是国家实力的根本标志啊。中国、美国、日本长期在第一的榜单上争夺是各有千秋，而且呢，这个榜单的变化呢也是很大的，今天第一，明天说不定就第4了，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布局也很重要，只要能进榜单前10的超级计算机啊，都是国之重器啊，成本极高啊。重要的运算呢，你当然离不开这些神一样级别的超算啊，比如说宇宙探索呀、地震预报啊、物理化学模拟等等。但是呢，一些普通的科学研究啊，还有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学校，他们也是需要超级计算的，他们不可能都挤到神威和天河那边去吧？而且呢，他们也不需要运算能力那么强的超级计算机啊。中高等级的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单台超算的能力还是要争世界第一的，这个是标杆啊。研发更高速度的超算可以带动超级计算机以及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另外一方面呢也很重要啊，就是要普及啊。500强里边中国占了214，这个不是多了，而是呢还是有点少。你别说前500强啊，排名前1000的运算能力都是相当强的。中国最好能在排名前1000的里面啊，能占个前700-800，争取每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都能有一个超算中心。这样呢，更多的学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啊，只要你有需要，就能用上超级计算，这样能够极大的提升效率，降低精力和时间的损耗。一句话啊，单台超算能力很重要，但是呢，在全社会普及啊，这个更重要。超级计算要普及到民间去带动普罗大众的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呢养在深闺啊，只有一些重要的项目才能用得上超算啊。在这一点上呢，美国比日本做得好，而我们呢做得比美国还好。接下来呢，咱们说重点吧，就是这一次美国的制裁有用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用，绝对有用。但是这个有用呢是反作用啊！我跟您说，要不是美国的制裁啊，中国的超算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好。美国也不是第一次在超算领域制裁中国。2015年呢，就有一次力度很大的制裁啊。中国的第一台运算速度世界第一的超级计算机，很多人都知道，天河1号
天河2号也获得过世界第一，而且是连续4次世界第一。但是天河超级计算机用的是什么 CPU 呢？是美国英特尔公司的至强处理器，所以呢，美国就开始制裁了。2015年的4月啊，就美国不允许英特尔公司向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中国超级计算的长沙中心、广东中心、天津中心出售至强芯片了。天河超算呢是国防科技大学造的嘛，这几家超算中心在使用，这几家一断呢，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呢就没有 CPU 可以用了。结果怎么样呢？神威太湖之光出来了。2015年美国制裁，2016年神威太湖之光就成了世界第一，不仅速度呢比天河2号快了2倍，效率也是提高了3倍。神威用的可是中国自产的 CPU 啊，叫神威26010，而且呢，天河2号也开始换芯了，也换成国产的处理器了，并且呢，未来的天河3号还是中国争夺亿级超算的主力，也就是每秒100亿次运算的超级计算机。亿级超算呢是中国、美国、日本3国争夺下一代超级计算机的重要阵地啊。目前来看是日本领先，日本目前排名第一的超算叫富岳，每秒的运算能力能够达到51亿次啊，已经达到亿级超算的一半了。这台亿级超算呢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处理器啊，看来即使是干儿子也是信不过干爹的，也是怕干爹未来会卡脖子啊。中国未来冲刺世界榜首的超级计算机啊，选用的都是国产的处理器啊，国产的架构和指令集啊，比如说天河3号。天河3号呢，全部都是采用国产自主的技术，处理器是自主的飞腾芯片啊，通讯是自主的天河高速互联通讯，操作系统呢是咱们自主研发的麒麟操作系统，预计今年就能够完成。注意啊，天河3号的设计能力就是100亿次的级别啊，充分发挥设计潜力的话，就是真正的一级超算。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啊，就照你这么一说，美国的制裁没用呗？那都是自主技术，那美国的制裁有什么用？也不能这么说啊，还是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天河3号采用的是国产的飞腾芯片，但是飞腾芯片呢，不是用手捏出来的，它造出来你总得有相应的设备吧？这些设备呢，有些是有美国技术的，而这次美国的制裁清单里面就有飞腾公司，所以说呢，绝对是有影响的。那么影响大不大呢？我不专业，不好说啊。但是我敢说不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天河3号呢可能会延期啊，就是我们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可能会拖个1年半载的。但是天河3号不可能因为这个制裁就黄了，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是认同的啊。中国被美国制裁的次数多了，哪一次成功了？不都是起个反作用吗？反而激励中国在相关的领域啊进步更大了啊！所以这一次的所谓制裁啊，也就是恶心的成分更多一点而已，它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可能有些朋友啊有别的想法，那照你这么一说，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这么厉害，民用计算机的软硬件为什么这么差劲呢？啊，最后说一下这个奇怪的反差吧。超级计算呢和民用计算呢它是不一样的。首先，超级计算考虑市场的因素要少一点啊。换句话说，超级计算呢有时候可以不计成本的啊，只要能达到要求，成本高一点无所谓。比如说现在的世界第一啊，日本的富岳，造价10亿美元，而且呢耗电量惊人。要说这台超算的 CPU 是 ARM 架构的啊，就是我们手机芯片所用的架构啊，不应该有这么高的耗电量。一方面说明呢还需要继续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于超级计算机啊，性价比不是第一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对于民用计算就不一样了，市场是决定性的因素，你东西再好，性价比比不过人家，结果也是个死。更何况中国计算机软硬件呢还谈不上好，更别说什么性价比了。民用计算机的现状就是这样啊，就好像马拉松比赛，别人都跑出20公里了，你才起步，
你别说超越了，能够前后脚到达终点就是胜利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关于美国制裁中国7家超算实体啊，咱们就说这么多吧。感谢大家观看，下期节目再见。